但是根据国外媒体的调查和统计制裁并不一定会让俄罗斯的民航业立刻瘫痪，因为俄罗斯在国内还是储备了一些飞机的零部件和耗材。作为航空强国的俄罗斯是有能力维护修理波音、空客的，用这些耗材储备和自身修理能力，俄罗斯的民航机队还可以坚持运行5到10年。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西方制裁会让俄罗斯的民航崩溃吗？恐怕没有那么娇气。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西方第一时间就制裁了俄罗斯的民航企业，不准向他们提供维护保养或备品备件。很多人担心这种制裁会让俄罗斯的航空运输陷入瘫痪。但是过了将近1个月之后西方媒体也反应过来了，俄罗斯民航好像没什么事儿，没那么娇气民航运输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产业俄罗斯地域辽阔，从东到西超过了1万公里，坐高铁从莫斯科到海参崴也要跑好几天。另外，这1万公里中间有很大的一片区域是人口的密度非常小，而对铁路设施的保养维护需要沿线有足够多的城市，否则就得不偿失。北京到莫斯科火车单程要跑上整整131个小时，所以在俄罗斯除了欧洲部分，2个城市之间的旅行最好的方式还是航空。早在苏联时代前苏联靠自己的力量研制了不少优秀的民航客机。图波列夫设计局不但是优秀的轰炸机设计企业，也为俄罗斯的民航提供了图110、图154等著名的客机。中国还向苏联购买了不少的图154，长期在中国的民航运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府再也没那么强大的财力来支持图波列夫设计局的民航客机的开发。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缺少资金，而是西方垄断了民用航空的技术标准。美国的波音公司几乎就是民航机的代名词，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为了能够开拓自己的市场，和美国政府斗了几十年，总算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这2家垄断供应商绝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出现第3个竞争对手。如果这个竞争对手来自俄罗斯，那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俄罗斯民航企业为了接入国际市场，被迫接受了西方的标准，大量的采购和租用波音以及空客的飞机。曾经辉煌一时的图波列夫萎缩到了很小的范围的国内市场，这就为今天的受制裁事件埋下了隐患。但是根据国外媒体的调查和统计制裁并不一定会让俄罗斯的民航业立刻瘫痪，因为俄罗斯在国内还是储备了一些飞机的零部件和耗材。作为航空强国的俄罗斯是有能力维护修理波音、空客的，用这些耗材储备和自身修理能力，俄罗斯的民航机队还可以坚持运行5到10年。5年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存不存在，谁知道呢？另外，俄罗斯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航空工业的基础，有一些需要更换的飞机零部件，就算是西方企业不肯供货，俄罗斯的航空工业自己还是能把它生产出来。美国人肯不肯为这些零部件提供认证无所谓，只要能用就行。所以短期内俄罗斯的民航业不会因为制裁而瘫痪。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给了我们中国人提了一个醒，哪怕是民用航空这么纯商业的市场，也一定不能受制于人。这种受制于人会体现在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产品和服务的支持。美国政府说翻脸就翻脸，将来那个时刻来临，他一定会借口制裁中国。因此我们的民用航空技术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民航大飞机的制造技术一定要取得突破，所有的民航设备的科研生产，大到发动机、航电系统，小到铆钉，都一定要具备国内的替代生产能力。第2个方面就是标准问题。目前国内民航的标准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任何国家的任何航空公司，哪怕想对自己的飞机做一点点改造，也必须飞到美国去认证，否则这架飞机就不能降落在国外的机场上。因此
中国必须在国际民航组织当中拥有足够的发言权，能够对标准的制定发挥足够的影响力，体现中国声音、中国意志和中国利益。就像今天的移动通信标准一样，美国虽然非常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存在，却没有办法把中国企业踢出去，因为中国人在有关标准制定方面所具有的话语权已经是不可动摇了。希望我们的民用航空产业也能够早日达到这样的水平。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